嗨，各位兄弟姐妹们，各位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呀，简直是热搜上的常客，私密圈里的顶流，他就是高潮真。听到这名字，是不是已经好奇心爆棚，脑子里开始勾勒各种画面了？我跟你说啊，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玩意儿的时候，心里也是咯噔一下，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你想想看，那天我跟助理小李讨论选题，他随手刷了刷手机，突然惊呼一声，说现在医院里制备腹血小板、血浆 PRP 的器械都缺货了，预约高潮针的队伍都排到九霄云外去了。那画面感简直就是大家奔赴一场幸福的狂欢，想想就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高潮针啊，它可不是什么新潮发明，这东西就像个披着神秘面纱的网红，悄悄爬上了热搜榜。去年到现在，咨询量像坐了火箭似的蹭蹭往上涨，简直是火得一塌糊涂。表面上听起来，它像是女性获得幸福的金手指，但深入骨髓的去扒一扒，你会发现这背后藏着太多让人心惊肉跳的秘密和套路。咱们私下去探访了几家北京、上海的私密整形机构，不管是那些装修的富丽堂皇的高端医美，还是隐藏在闹市办公楼里的小小美容院，甚至路边那些打着私密护理招牌的工作室，几乎都在明里暗里的提供这项服务。价格嘛，从几千块到上万块，简直是把女性对幸福的渴望明码标价，赤裸裸的摆在了你面前，就像一个甜蜜的陷阱，诱惑着你一步步踏入。这高潮针其实是个统称，它本质上就是往咱们女性阴道里的那些敏感点注射填充物，让它们稍微隆起一点点。据说这样能增强刺激感，达到更好的性体验。市面上用的材料也是五花八门，有玻尿酸、胶原蛋白，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 PRP， 就是从你自己身体里抽点血，然后离心分离出浓缩的血小板，再注射回去。听起来是不是挺高科技的？可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这些所谓的敏感点、G 点、A 点、U 点，甚至连阴蒂周围都要打一打，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或者说，它们被注射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带来质的飞跃？这些在医学界可都是争议的焦点，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我特意去请教了好多位公立医院的妇产科和整形外科专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公立医院压根儿就不开展这种业务。为什么？因为缺乏足够严谨的临床证据。上海9院的刘洋医生，他搞私密整形20多年了，他很早就关注到G点注射这个概念。当时国外甚至有研究直接把它定义为医疗欺诈。你想想，像神经末梢那么密集的区域注射填充物，它会不会反而干扰了神经传导？G点变大了，会不会敏感度反而下降？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一个清晰明了、能让人信服的答案。这简直就是在拿我们的身体开玩笑啊！而且咱们国家药监局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批准任何一款产品是专门用于女性私密部位注射的。你听到的那些面部能打私处也能打的说法，统统都是忽悠，都是超市印证使用。说白了，就是在打法律和伦理的擦边球。更可怕的是，这些高潮针的操作者，很多根本就不是专业的医生，可能就是美容院里接受过简单培训的疗愈师。我的天，想到这一点，我真的是脊背发凉。阴道里血管密布，如果注射不当，填充物一个不小心冲进血管，那可是会引发肺栓塞，轻则抢救，重则可能瞬间丧命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国内外已经有过不少血淋淋的案例了。还有像 PRP 这种东西，它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第3类医疗器械，对制备环境和操作资质都有严格要求。很多小机构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他们为了省成本，可能会用那些灭菌不彻底的离心管，甚至是有毒材料做的离心管。想想看，把这些东西注射回我们体内，那种潜在的健康风险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当然了，
我知道很多姐妹们可能会说，我们就是想改善性生活质量啊，这有什么错？没错，女性的性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国内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其实比男性更高，但我们常常被忽视，被传统观念束缚，觉得有高潮是锦上添花，没有也无所谓。这种合理的、健康的生理需求是应该被正视和尊重的。我们都渴望更和谐、更愉悦的性生活，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不能把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赌注，去尝试那些没有科学依据、充满风险的项目。医美机构利用高潮针这种噱头大肆宣传，他们巧妙地抓住了女性内心深处对幸福的渴望和对自己身体不够完美的焦虑，然后把这种焦虑变现，这背后是资本的贪婪和监管的缺失。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专业的、系统的、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女性性功能障碍治疗方案，而不是这些打着高潮旗号的灰色产物。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针对女性私密健康的科普知识，让大家明白，性是美好的，但安全和健康更是基石。任何对身体的改造都必须在科学和安全的范畴内进行。所以啊，各位姐妹们，下次再看到类似的神针、神药，一定要多长个心眼，擦亮眼睛，别被那些花里胡哨的宣传迷了眼。咱们的身体是珍贵的，幸福是需要用心经营的，而不是靠那一针模棱两可的高潮针就能一劳永逸的。希望我的这番话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保护好自己，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